我是大梁的九公主，我最崇拜姑母长公主，她府里养了上百个面首，可真威风。那天我忍不住问太傅，哎，是不是我及笄了，也能养些面首啊？他眼皮都没抬，淡淡的说，殿下，您不能养面首。啊！我一听就急了，凭什么呀？都是公主，姑母能养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他这才抬眼看向我，那眼神，然后慢悠悠地吐出几个字，因为微臣不同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御书房里，父皇眼神躲闪，一脸的心虚。那个燕回啊，确实是你母后当年给你定下的驸马。你母后走得早，朕又一直忙着朝政，就忘了告诉你。这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父皇脚边，一把拽住他的龙袍下摆，带着哭腔哀求：父皇，儿臣不要他，他都那么老了。父皇眉毛一竖，胡闹，燕回不过就长你6岁，哪里老了？哪里不老？我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儿臣被他折磨了整整8年啊！8年！父皇，这是不共戴天之仇。我把手举到他眼前，您瞧瞧，您瞧瞧我这手上的茧子，都是抄书抄出来的。我又指着自己的眼睛，您再看看这黑眼圈，夜夜背书背的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连我的话本子都收走了。父皇清了清嗓子，摆出威严的样子。那是燕回身为太傅的本分，督促你读书，怎能算折磨？那他还不让我养面首呢？这句话终于冲口而出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父皇摸着下巴点了点头，这确实有点过了。我一看有门，赶紧趁热打铁，挂着泪珠就往前凑。是吧是吧？父皇您都坐拥后宫佳丽3000了，我养几个面首不算过分吧？父皇沉吟着，单论这个倒也不算过分，那您就收回成命吧，求您了。我立刻顺杆爬，狗腿的用小拳拳给他捶腿，脸上堆满讨好的笑。可这个嘛，还是不行。父皇话锋一转，怎么又不行了？我笑容僵在脸上。燕回为了等你及笄，硬生生熬到了22岁还没娶亲，老光棍一个了，朕不能寒了忠臣的心啊。父皇一脸朕也很为难的表情。母后啊，我悲从中来，您当年怎么就给我定了个大了6岁的老驸马啊？越想越委屈，眼泪又要下来了。其实吧，父皇眼神飘忽，这个驸马是你自己选的。啥？当年你周岁抓阄，父皇嘴角抽了抽，放着那些琴棋书画、金玉宝贝不抓，小胖手一把就薅住了旁边燕回的袍子角，死活不撒手。他顿了顿，补充了致命一击，还在人家身上，酣畅淋漓的画了张地图。你母后当时就乐了，说你这么小就知道宣示主权了。我还在燕回身上尿了，轰隆一声，我羞愤的恨不得当场刨个坑把自己埋了，让我死了算了。当真不愿嫁给燕回？父皇压低声音，朕前阵子刚收到南诏国君的来信，想求娶一位公主去和亲。我嫁。这老姜可真够辣的，最会掐人软肋。不过我也不是好糊弄的，我委委屈屈的趴到父皇膝上叹气，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哎，连个面首都不给哟。父皇眉头一皱，你想养几个？10个。10个，这也太多了。那5个？我抬起泪眼，试探着问。3个，最多了。父皇一副割肉的表情。成交。我拿着父皇写下的圣旨，把燕回堵在了下旨的路上。太傅夫君，我笑得一脸得意。公主今日的早课怎么没去？他眉头一皱，开口就是训斥。今早啊，我找父皇讨了个旨意。我把圣旨往他手里一塞，他展开一看，脸色唰地沉了下来。呵，公主当真是好手段。我踮起脚尖，拍了拍他的肩，存心气他。放心啦，你是正房夫君，他们呀，越不过你去。燕回直接给气笑了。臣是不是还得感谢公主抬爱了？
那倒不必。我摆摆手，一脸理所当然。不过这选面首的事吗？就得劳烦太傅费心，亲自帮我张罗张罗啦。你让我……燕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帮你选面首？对呀。我凑近他耳边，压低声音，带着点促狭。这平常人家不都是当家主母主动给夫君张罗纳妾的事吗？太傅你的眼光，我是100个放心。也不用太多，先挑180个备选就成。才3个名额，可不得好好精挑细选吗？眼见他气红了眼，整个人风雨欲来，我赶紧攥紧圣旨，扭头就溜。回到寝殿，我的头号狗腿子宫女香麻利的剥好葡萄递到我嘴边。公主，您这么折腾燕太傅，她不得气死啊！谁让她给我布置那么多功课？我一口叼住葡萄，酸甜的汁水在嘴里爆开，还老念叨什么公主的责任，公主的责任。咽下葡萄，我慢悠悠地补了一句：那我可不得给她压点驸马的责任吗？真甜。我咂咂嘴，香儿，以后这伺候人的活啊。我往后一靠，懒洋洋地吩咐，让燕回来干。想着想着，我脑子里就冒出燕回那家伙，低眉顺眼，乖乖巧巧地捏着葡萄喂我的样子。你还别说，燕回那张脸啊，真当得起绝色2字。等等，我腾的一下从榻上弹起来，坏了，燕回那家伙不会故意挑些歪瓜裂枣来糊弄我吧？这应该不至于吧？香儿小心翼翼地宽慰道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长长眼才放心。我越想越觉得这是玄乎。快，换身利索衣裳，咱们出宫。承恩宫府里，表哥周崇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你居然让燕回给你找面首？我点了点头。他答应了。周崇声音都拔高了。算是吧。我心虚地揉了揉鼻子。他没拒绝。我的天爷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周崇脸上瞬间写满了崇拜。燕回啊，那可是我们全京城世家子弟的噩梦。你是不知道，他3岁开蒙，7岁能作诗，14岁就中了状元。我娘每次训我，开口闭口就是你看看人家燕回，她说的激动，唾沫星子都快飞出来了。这么个天神一样的人物，就这么被你轻松拿捏了。说着说着，她忽然眯起眼睛，上上下下打量我，那眼神明晃晃写着不信。我这该死的好胜心噌就上来了。不信是吧？我神秘兮兮地凑过去，压低声音，跟你说个天大的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能外传啊。其实啊，燕回他7岁那年就看上我了，为了等我及笄，这才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老光棍。啊，竟然是这样！周崇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，难怪他这些年从不谈婚论嫁，原来是在等你啊。可他7岁的时候，你才1岁吧？是啊。我一摊手，理直气壮地反问，你说说，他是不是个畜生？周崇用力点头，一脸深以为然。是畜生。说回正事，我凑到周崇身边，用手肘捅了捅他。你不是说给我弄了本京城美男图册吗？快拿来给我开开眼。早备好了。周崇一脸神秘，从袖中抽出一本册子，这可是千金难求的好东西。我从这前5名给你细细道来。排第5的是罗小将军，他指着画像，瞧这身板，圆臂丰腰大长腿，就是晒得黑了点。排第4的吗？他翻过一页，指着一位眼波流转的美男子，是快活楼的弄月公子。看看这双眼睛，楚楚可怜又带点狐狸似的媚劲，是不是勾得人心痒痒？快活楼？我眼睛刷得亮了。那是什么神仙地界？可，周崇心虚的左右瞄瞄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就是大人们找乐子的地方呗。竟有这等好地方！我兴奋的直搓手。快，带本宫去见识见识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这可使不得！周崇吓得赶紧把话题往回拽。咱
咱还是先看画册吧。这排第3位的，他故意拖长了调子，卖起关子，是承恩公府的。谁？我一把抢过册子，定睛一看，噗，周崇，这不是你自个儿吗？切，这破册子怕不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我气得把册子直接拍他脸上，冤枉啊！周崇委屈巴巴地捡起册子，指着角落一个红印，看见没？京都秘录主编大人的印戳，这可是经过数万人票选，层层筛选出来的，公平公正。京都秘录，我狐疑地问，那又是什么来头？那可是咱们京城坊间最权威的书刊了。周崇挺起胸脯，一脸笃定，专写高门大院里那些不为人知的事，保真。哦，这么厉害，我半信半疑。行吧，姑且信你一回。那这头2名呢？这排第2的吗？周崇翻到下一页，指着一个清俊身影，是长公主府的世子谢云，说起来也算是你的表哥呢。我姑母家那个常年抱着药罐子的病秧子。我挑眉，对喽。周崇点头如捣蒜，正是。这病弱公子本就惹人怜爱，再加上谢世子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气度，排第2那是实至名归。我凑近细看画像，这眉眼倒确实有几分超凡脱俗的意思。那排第1的是谁？第2名都如此出色了，那魁首岂不是？我的心跳不由得快了几分。第1名啊！周崇深吸一口气，一脸敬畏地翻到册子最后，正是你那未来的驸马爷燕回。燕回！我惊呼一声，猛地凑过去看那画页。咦，怎么是空白的？唉，周崇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燕太傅平日里最忌讳旁人议论他的相貌，哪个画师吃了雄心豹子，胆敢画他？燕回他老人家说过，以色侍人者，终为下品。哼，这燕回真是矫情的紧。我听得心头火起，那股子劲儿又上来了。拿笔来，本宫亲自替你把这燕回画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奈我何。一炷香后，一张墨迹淋漓的燕太傅醉卧图便跃然纸上。只见画中人半卧在软榻之上，脸颊因酒意染上薄红，眼尾也泛着浅浅的胭脂色，衣襟微敞，露出紧实流畅的锁骨和若隐若现的胸肌线条。凑近了细看，那长而密的睫毛湿漉漉地垂着，眼角似乎还挂着一滴将坠未坠的泪珠，端地是我见犹怜，风情万种。表妹，神了，你真是神了！周崇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，忍不住拍案叫绝，笑得贼兮兮的。啧，真没想到咱们那端方持重的燕太傅私底下竟有这般情态。嘿嘿嘿，这几日早课，燕回看我的眼神总有点不对劲。我心虚地合上桌案底下的画本子，推了推身边的小表妹兼伴读周家。佳，我压低声音，你有没有觉得燕回今天老盯着我？可不是吗？眼睛都快粘你身上了。周家捂着嘴，笑得肩膀直抖。外面都传疯了，说燕太傅7岁就相中你了，这不是情根深重是什么？啧，神童就是不一样，7岁就开窍了。他越说越起劲，声音也不自觉扬了起来。燕回的目光果然又扫了过来，周崇这个碎嘴子，准是他捅出去的。我气得牙痒痒，要是让燕回知道我在背后编排他，指不定又要在面首的事上拿捏我。一下课，我拽着周家就想溜。九公主请留步。燕回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正想找借口，燕回却先开了口：殿下交代的事，臣已办妥，殿下可要过目？他递过来一本册子，看，当然要看。我赶紧接过来，可刚看了2页，一股火气直冲脑门。这就是你给我选的面首？我把册子抖得哗哗响。正是。燕回神色自若，100名只多不少。为什么只有君子6艺的成绩？样貌呢？性格呢？一个字不提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你这是给我选伴读还是选面首？臣以为燕回一本正经，公主的面首当以学问品行为重，样貌性情皆在其次。燕回，
我气得把册子狠狠灌在地上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我要的是样貌俊美出尘的，性情温柔小意的。你给我找的这都是什么歪瓜裂枣？算了，你不给我找，我自己找。我撂下话，转身就要走。殿下，此事不能算了。燕回的声音沉了下来，竟带着一丝执拗。你还来劲了是吧？我彻底恼了，攥紧拳头就朝他胸口捶去。再闹，我就休了你。拳头却被他温热的手掌一把包住，顺势一带，整个人就跌进了他怀里。陛下意有旨意。他箍着我，声音在我头顶响起。着臣全权负责九公主遴选面首一事。什么？我如遭雷击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父皇他坑我！殿下息怒。燕回的声音软了几分，带着点哄劝的意味。您年纪尚小，亦被居心叵测之人引上歧途。我就是想找几个漂亮顺眼的小公子解解闷，怎么就是歧途了？我抽噎着反驳。燕回沉默了片刻，像是斟酌词句，耳根竟微微泛红。可，殿下，您才刚及笄，女儿家身子骨还未长开，房事不宜过多过激。房事？我懵了，挂着泪珠抬眼看他。什么是房事？燕回身体明显一僵，低头看我，眼中满是震惊。宫里嬷嬷们未曾教导您男女之事？没有啊。我茫然地摇头。燕回定定地看了我几秒，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。那笑声里有无奈，有释然，还有种说不出的温柔。他把我拥得更紧了些，下巴轻轻蹭着我的发顶，叹息般低语：是臣的错，我们娇娇还什么都不懂。被燕回抱着哄了好一会儿，我迷迷糊糊地收下了那本厚厚的册子，还搭上了2篇他写的策论。殿下，您那天逃了的早课得补上。我低下头瞅了眼他圈在我腰上的手臂。都这样了，你居然还跟我提策论？太傅，我是公主，又不是皇子，你费这么大劲教我，难不成是想扶我上位？我心头猛地一跳，像是撞破了什么天大的秘密。完了，这不就跟话本子里写的一模一样吗？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娶了个傻白甜公主，他把公主推上龙椅当傀儡，自己躲在幕后当摄政王，等时机一到，咔嚓了公主，自己登基，最后还迎娶了她的白月光。燕回，我眯起眼睛，越看他越可疑。你该不会真打着扶我做傀儡皇帝，然后篡位的主意吧？燕回无语地望着我。殿下，您前头排着9位皇子8位公主，您亲哥的太子之位稳如泰山，我得多想不开，非得扶您上位啊。我干笑了2声，有点讪讪的。也是，我没那本事。燕回深吸一口气，又开始说教。殿下这阵子画本子没少看吧？看来是课业太清闲了，才让您生出这些不着边际的心思。您是公主，要肩负起。停！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心里憋着气。你再说，我就去找父皇请旨和亲去，让你打一辈子光棍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？燕回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燕回，我不喜欢你。我试图挣开他的手臂，一边挣扎一边道出心里话。你总板着脸说教，动不动就罚我，我看见你就发怵，我不想嫁你。殿下不喜欢微臣。燕回箍在我腰上的手臂猛地收紧，勒得我生疼。那喜欢谁？周重吗？我喜欢温柔体贴的，知情识趣的。话还没说完，燕回突然俯身，狠狠地吻住了我的唇。舌尖一阵发麻，我整个人僵住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他一手稳稳拖住我的后颈，另一只手若有似无地拂过腰窝。我身子一软，彻底失了力气，只能任由他予取予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我快要喘不上气的时候，他才微微松开一点。灼热的气息喷在我耳畔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宣告：殿下，您只能喜欢我。打那以后，我好像摸到了脂燕回的门道。他刚一张嘴，那副要训人的架势还没摆足，我立马伸出白嫩嫩的一根手指头，在他眼前晃啊晃。再说，
再说，可就要打一辈子光棍喽。嘿嘿，这招真灵。他果然把话咽了回去。我得意地翘起嘴角，正要美滋滋地把手收回来，冷不防手腕被他一把攥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那根罪魁祸首就被他含进了温热的唇间，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。嘶！指尖传来一阵酥麻，他松开口，眼尾带笑。好，不说教了，咬你一下，让你长点记性。我脸上疼得一热，刚才那点得意瞬间飞了，赶紧把手抽回来藏在身后，心跳的咚咚响。老男人玩得还挺花。我一溜烟跑回宫里，拽着香儿就急吼吼地问：香儿，我最近一见这燕回，这心就砰砰直跳，快帮我瞧瞧，他是不是偷偷给我下什么毒了？香儿扑哧一声，捂着嘴乐了。哎呦，我的殿下，这哪是中毒呀？您这分明是对太傅动心了。动心？我差点跳起来。不行不行，母后说过，先动心的人要倒大霉的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得冷静下来，不能让燕回那家伙拿捏住了。看来选面首这事得赶紧安排上了。哪知道我这刚起了念头，外头就传来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我那好姑母长公主殿下反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些年她表面上养着那么多面首，过得跟神仙似的，背地里竟是在偷偷招兵买马。那些面首十有八九都是她招揽的幕僚。我崇拜了那么多年的偶像，就这么轰然倒塌了。我这心口堵得慌，还没来得及缓过劲，赵崇突然悄悄给我递了信。茶楼雅间里，赵崇的话惊得我手一抖。你说什么？佳佳和谢世子他们私下定了情？是。赵崇脸色凝重。长公主是拜自裁了，谢云受了牵连，被罚进了快活楼。佳佳想去救她，被母亲发现，锁在府里了。快活楼？我心头升起不祥的预感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就是那种地方。赵崇眼神躲闪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养小官的，不少朝中大人都好这口。我的天！我倒抽一口冷气。谢云那样清冷孤傲的性子，进了那种地方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坏就坏在这，赵崇眼中满是不忍。3日后，快活楼就要给谢云挂牌了。风声早就放出去，好些大人都盯着呢，尤其是长公主的宿敌，还不知要怎么搓磨她泄愤。佳佳打算怎么办？我急急追问。佳佳心里清楚，她和谢云的婚事是绝无可能了，可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谢云去死啊。她把所有提起钱都拿出来了，想在3日后拍下谢云。长公主最大的宿敌是谁？宁王。赵崇脱口而出。听说他暗地里已派人去快活楼下定了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承恩公府斗不过宁王府的，更何况舅舅舅母明哲保身，绝不会出手管这事。光凭你和佳佳，怎么从宁王那老匹夫手里抢人？我脑子里飞快盘算着，猛地抬眼看向赵崇。赵崇，这次恐怕只有我能救谢云了。你是打算亲自出面去拍谢云？赵崇一脸担忧。可这会不会损了你的名声？名声？父皇都下旨准我养面首了。燕回那家伙接了旨，说要替我把关。我这好色公主的名头早就传遍京城了。如今京中第2美男挂牌接客，我这头号纨绔要是不去凑热闹，那才奇怪。我飞快地盘算着细节。对了，赵崇，你认不认识京都秘录的主编？啊，你找他做什么？赵崇眼神躲闪，下意识就想往后缩。呵，我手指在桌面上敲了2下。别装了，那主编就是你吧？不然就凭你这小模样，能排到第3？赵崇的脸疼得红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好了，说正事。我正色道，不能把承恩公府牵扯进来，佳佳以后还要嫁人呢，得把这潭水搅浑，把它变成我和谢云之间感人肺腑的情债。你就在这一期京都秘录上写一篇文章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刁蛮公主与病娇世子》。记住了，越狗血，越煽情，越好。赵崇倒吸一口凉气。
我的殿下，您这么干，燕太傅那边会不会气疯了？我拖着下巴，沉重地点点头。会，他肯定会气得想杀人。可是，我猛地抬头，语气斩钉截铁。佳佳是我表妹，谢云是我表兄，我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。燕回那边只能事后再想法子哄了。我拍拍赵崇的肩膀，露出一个自求多福的微笑。赵崇啊，你也得做好心理准备，承受燕太傅的雷霆之怒。啥？赵崇吓得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我一脸无辜的眨眨眼。万一我哄不好他，那就只好把你推出去顶锅了。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这都是你撺掇的。我是被你苦苦哀求，才勉为其难配合了一下下。啊！赵崇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，捂着脸瘫回椅子里。走，拿上银子。我一把拽起赵崇就往外拖。现在不是说好3日后吗？赵崇被我拽得一个趔趄。当然是去截胡谢云啊！难道你还真想跟宁王硬碰硬？这快活楼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大白天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死气沉沉的。这就是快活楼？怎么这么安静？我狐疑地扫了赵崇一眼。哪有青楼大白天开张的？都歇着呢。赵崇转头冲着里面就喊：香老板，贵客到。哟，你倒挺熟门熟路。我话音还没落，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。呵，难怪叫香老板。人还没见着，一股子浓香就扑了出来，香得呛人。这位小娘子生得可真俊俏。那香老板扭着腰出来，眼角带笑地瞟向赵崇。是赵公子的相好。胡沁什么？赵崇赶紧打断。这位是九公主殿下。哎呦喂！香老板脸上立刻堆满惨笑，凑得更近了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九公主大驾光临，可是瞧上咱们楼里哪位公子了？听说你们这刚来了位谢公子。我开门见山。哟，这谢公子啊？香老板搓着手，一脸为难。不巧，已经被宁王定下了，小的实在做不了主。本宫不为难你。我摆摆手，慢悠悠道：明个是宁王叔60大寿，本宫想借花献佛，把谢公子送他当贺礼。银子照付。赵崇立刻会意，掏出厚厚一沓银票塞进香老板怀里，还额外多加1成。你只需明个把人好好送到宁王府，就说是九公主孝敬他皇叔的一点心意。香老板摸着怀里的银票，眼睛都亮了。成，公主放心，明个小的保证把人齐齐全全的送到宁王府门口。第二天，载着谢云的马车前脚刚出快活楼大门，后脚就被我埋伏好的侍卫给截了。侍卫二话不说，驾着马车一路飞驰，直接把人送进了公主府。大梁公主及笄后才能出宫设府，我这公主府才刚落成，连油漆味都没散干净呢。倒先便宜了谢云那小子。得，这下可热闹了。九公主当街抢男人的消息，眨眼间就传遍了京城每个犄角旮旯。你可真给朕长脸啊！父皇气的胡子都在抖。抢男人抢到你皇叔头上去了，朕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一看这阵仗，心知不妙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眼泪说来就来。父皇，儿臣这次真是昏了头了，给您惹了天大的麻烦，您罚我吧，怎么罚都行。呜呜呜，呵，罚你？你闯这么大祸，30个板子都算轻的。父皇胸口起伏，显然气得不轻。啊，打板子！我吓得一哆嗦，屁股已经开始患痛了，那得多疼啊！哼，别说朕不疼你，他喘了口气，稍微平复点，把人好好给你皇叔送回去，诚诚恳恳道个歉。这顿板子朕就给你记在账上，先欠着。送回去，那不就白忙活了？佳佳啊佳佳，你这回可把我坑惨了。我脑子里飞快地转，送人，挨打，哎，为了小表妹拼了。我牙一咬，心一横，猛地往前一扑，趴在地上，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。父皇，那您还是打我吧，使劲打，千万别留手。
你，父皇被我这话顶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你个混账东西，小小年纪竟然如此色迷心窍，不知廉耻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顺手抄起玉案上那方沉甸甸的玉玺，想也没想就狠狠朝我砸了过来。呼！那玉玺带着风声擦着我的额角飞了过去，一阵剧痛袭来，温热的液体立刻顺着我的鬓角流了下来，滴滴答答落在地上。我眼前全是血乎乎的影子，天旋地转，只模模糊糊听见父皇一声变了调的嘶吼：娇娇！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再睁眼，人已经躺自己床上了。香儿守在床边，一脸愁容：殿下，您可算醒了，感觉好些没？我试着动了动身子，尤其是屁股，咦，不疼。是父皇派人送我回来的。他没提啥时候补上那顿板子吧？我心有余悸地问。是陛下亲自抱着您送回来的。香儿压低了声音：您是没瞧见，陛下的脸都吓白了。奴婢瞧着，这是八成是翻篇了，陛下哪还舍得打您呀？嘿，这么说，这顿打躲过去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这才觉出额角伤口火辣辣的疼。殿下您当心，伤口刚上了药，可别碰着了。香儿赶紧提醒。这药涂着凉丝丝的，还挺舒服，是什么好药？我随口问道。这药是太傅大人亲自送来的，太医验过了，说是顶顶好的金疮药，千金难买，用了保管不留疤。我惊得差点从床上弹起来，瞬间扯到伤口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燕回来过了，他看起来怎么样？生气了吗？脸色难不难看？我连珠炮似的追问。香儿回想了一下，太傅大人的脸色确实不大好看，沉得能滴出水来。他仔细问了太医您的伤势，临走时就嘱咐奴婢好生伺候您，旁的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一句都没说。我眨眨眼，那这是没生气，可我这心里头怎么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这是没完呢。燕回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大度能容的主，他那没话说，比直接骂我一顿还让人发毛。京都秘录最新一期横空出世，那篇刁蛮公主与病娇世子火出了圈，全城都在议论。我捧着书看得津津有味，忍不住拍大腿。你还真别说，赵崇这故事写的勾得我眼泪都要下来了，绝了。殿下，您怎么还有心思看这个呀？香儿急得直跺脚。外头现在传的可邪乎了，说您为了留下谢公子，在金銮殿上当着陛下的面，一头撞上了盘龙柱，血溅五步，连柱子都给染红了。嚯，这么悲壮，我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可问题是，香儿一脸愁苦，外头传成这样，那知太傅大人于何地啊？他才是您正儿八经的驸马爷呀。是有点对不住燕回哈。我摸着下巴琢磨了半天，想着怎么安抚他。要不这样，我少养一个面首，他应该能消消气了吧？我又叹了口气，掰着手指头算，可2个也太少了点吧，连四皇姐的一半都赶不上呢。我这正为忍痛割爱一个面首名额心疼呢。公主府的侍卫突然慌慌张张冲进来禀报：殿下，谢云公子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光天化日敢闯公主府，宁王他活腻了不成？我气得直拍桌子。不像宁王的人。侍卫缩了缩脖子，那劫匪身手太利索了，看着倒像是太傅府上的高手。燕回，我心头猛地一跳，他抢谢云做什么？一股不祥的预感直冲脑门。完了，他不会是信了那些谣言，要找谢云算账吧？头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，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提起裙子就往宫外冲。太傅府书房，燕回正悠闲地靠着窗边喝茶。燕回，我强撑着气势开门见山：你把谢云藏哪了？他慢悠悠吹了口茶沫。殿下这话从何说起？谢云不是在您的公主府吗？怎么问臣要起人来了？
少装蒜！我气得跺脚。我的人亲眼看见是你派高手劫走的。哦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证据呢？这满京城跟他有过节的，除了宁王就只有你了。臣跟谢公子可谈不上熟络。你分明是嫉妒他。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嫉妒？燕回的脸色骤然沉了下来。我嫉妒他什么？他放下茶盏，声音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心虚地咽了口唾沫。燕回，那些传闻当不得真的。那都是赵崇那混蛋瞎写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把赵崇推出来挡刀。是吗？他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，目光直直戳向我额角。殿下这头上的伤，看着倒不像假的。为了一个谢云，殿下真是连命都豁得出去啊！他突然单手钳住我的下巴抬起，逼我直视他眼中翻涌的怒火。我吓得连连后退，却被他一把拽回怀里。原以为殿下是不解风情，他声音带着苦涩和自嘲，却原来殿下只是对微臣冷淡，对旁人倒是热情得很。殿下当初是怎么说的？喜欢温柔体贴、知情识趣的。这说的可不就是谢云吗？可叹我燕回自诩算无一策，唯独在殿下这。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声音里是前所未有的挫败。输得一败涂地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急得快哭出来。好啊，他松开钳制，眼神却死死锁住我。臣洗耳恭听。我张了张嘴，冷汗都下来了。真相就在嘴边，可一想到会带出家家，我顿时哑了火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怎么？他眼中的最后一点微光彻底熄灭。编不出来了。完了，哄不好了。情急之下，我脑子一热，踮起脚尖就朝他薄唇狠狠咬了上去。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在唇齿间弥漫开，他像是被彻底点燃了，猛地扣住我的后脑，攻城略地般吻了回来，带着惩罚般的凶狠和滚烫的欲望。很快，衣带被他的手指勾开，冰凉的空气贴上肌肤，我心里又慌又乱，却又隐隐有些期待。这难道就是他上次说的要行房了？我晕乎乎的学着他的样子，笨拙的去扯他腰间的玉带。可就在指尖即将碰到的那一刻，他的手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，下一秒，他几乎是粗暴地将我松开的衣襟狠狠拢紧。他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，眼中是化不开的受伤和痛楚。为了他，殿下竟能牺牲至此吗？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简直要被他气笑了。哎，这人是真没救了，这陈年老醋坛子打翻，真是难哄。燕回，我压下翻腾的情绪，决定跟他坦诚，跟谢云情深似海的另有其人，我只是替人出面救他。你能不能先消消火，把谢云放回来？他压了压怒气，缓声问道。能让你豁出命去帮的人，定是对你万分重要，连我都不能告诉吗？事关他人清誉，我咬紧下唇，我不能说。帮人之前，可曾想过我会生气？想到了。我被他看得心头发虚。可你还是去做了。他尾音上挑，眼见的火苗又要冒头，我赶紧补救。都怪赵崇，是他出的馊主意。我就是勉为其难配合一下。呵，燕回忽然低笑了一声，带着一丝无奈。娇娇，你每次心虚撒谎，说话就结巴。被他戳穿，我脸上发烫。是我的主意，是我太自负了，以为总能哄好你。我抬眼看他，试图拿出点诚意。我都想好了，作为补偿，我少养一个面首，行不行？这样就只剩2个了。我竖起2根手指，眼巴巴望着他。不行。他拒绝的干脆利落。那一个？我急了，手指蜷起一根，眼泪瞬间在眼眶里打转。真的不能再少了，燕回。燕回看着我渲然欲泣的样子，沉默了片刻，而后他耐下性子问道：殿下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何非要养面首不可？这还用问吗？皇姐们都有。我是父皇的嫡公主，
这份体面，我凭什么不能有？体面？燕回眼神复杂。陛下对您的宠爱，满朝皆知。新建的公主府，规制甚至超越了皇子府邸。这份荣宠，还不够彰显殿下的体面吗？那不一样。我脱口而出，那是因为他愧对我母后。母后临死前那绝望的控诉，再次浮现在眼前。当初是你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到头来不过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凭什么你可以坐拥佳丽3000，我却要为你苦守一人？这些话深深刻在我年幼的心灵里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，这辈子绝不做第二个母后。我要养最多的面首，过最没心没肺的日子。想到美梦泡汤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只是想多养几个人，让自己开心一点。这样也有错吗？你们都要管我。滚烫的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突然，一个无比温暖的怀抱将我紧紧拢住，头顶传来燕回自责的声音：娇娇没错，是我错了。燕回这人啊，嘴硬心软。那天他劫走谢云后，直接给人换了身份送出京城，条件是永不见我。对了，他还特别欣赏赵崇的文笔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把人塞进了翰林院。现在赵崇天天得去点卯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哈哈。解决了谢云这桩心事，我浑身轻松，正琢磨着怎么利用燕回这点内疚，跟他磨一磨面首的事。可我这头小算盘还没打响，父皇的口谕就火速砸了下来。他收回了之前允我养面首的旨意，勒令我从此修身养性。我蔫了好几天，连大婚当天都提不起劲。公主府里，我顶着沉甸甸的凤冠霞帔，正等着驸马来侍寝。香儿突然端着个盖红帕子的托盘进来了。我好奇地揭开一看，嚯，码得整整齐齐的绿头牌，足有20多张。我吓得手一抖，帕子都掉地上了。你疯啦？怎么把父皇的绿头牌偷出来了？殿下放心，香儿抿嘴直乐，这是太傅大人特意为您定制的。他说着把牌子一张张翻开，只见上面赫然刻着：世家公子，清秀书生，威猛武将，江湖游侠，乐府琴师。殿下，太傅问您。香儿忍着笑，今晚想翻哪位的牌子侍寝？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只觉得后脖梗凉飕飕的。这连御前侍卫都有，父皇跟前的人他都敢动。您想哪儿去了？香儿赶紧解释，太傅的意思是您选哪个，他就办成哪个样子，保准让您满意。哦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坏心眼蹭蹭冒。燕回平日里端着太傅架子，文绉绉的，扮武将，肯定露馅。就他，我手指一戳威猛武将的牌子，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看他笑话。结果我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平日里燕回背着太傅的包袱，装的那叫一个斯文克制，可今晚这身份一卸，直接化身出闸的猛兽。刚开始我还对他那紧实的腰腹、流畅的胸肌爱不释手，啧啧称奇。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，这武将的体力真不是吹的。燕回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嗓子都喊哑了。殿下再忍忍，他声音带着笑，动作却一点没停。我们武夫没别的，就这一身蛮力，要不再换个招式试试？别换了，小命要交代了。我急得抬脚就踹，他一把扣住我的脚踝，凑到我耳边，气息灼热。殿下可还满意？满意，特别满意。我咬着后槽牙，愤愤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京都秘录新一期又卖疯了。满大街都在传那篇风流公主和深情太傅，连街角卖茶叶蛋的婆婆都能唠两句。我和赵崇坐在茶馆里，周围议论声直往耳朵里钻。嚯，太傅7岁就暗恋公主，这也太早了吧？神童吗？开窍当然早，暗恋了10几年，可真够痴情的。哎，这公主扎得还挺招人疼，可不是嘛？天生一对。我伸手就戳赵崇脑门。赵崇，你胆肥了，
连宴回都敢编排，冤枉啊，殿下！赵崇赶紧凑过来，这真不是我写的。太傅把我塞进翰林院后，京都秘录就被他收编了。他神秘兮兮地补充，这篇啊是太傅大人亲自写的，还特意吩咐一个字都不准改。好你个宴回！我气得磨牙，敢把我写成渣女？也不能算渣吧。赵崇嘿嘿笑，就是迟钝了点，大家不都说你可爱吗？你站哪边的？我瞪他。哎，殿下，赵崇突然压低声音，还记得那本《京城美男图册》吗？怎么啦？里面那幅燕太傅醉卧图，我偷偷拿去珍宝阁拍卖了。什么？我倒抽一口冷气。你疯了！这要让燕回知道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当时不是急着凑钱帮家家赎谢云吗？赵崇声音更小了。完了！我扶额，燕回要是知道，他已经知道了。赵崇心虚地摸了摸鼻子。啥？那话就是被他本人拍走的。我俩大眼瞪小眼，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心虚。他不知道是我画的吧？我声音都抖了。殿下，赵崇一脸你没救了的表情。您那画技不是他手把手教的，他能看不出来？难怪写文章损我。我恍然大悟，小气鬼。不过想到画里宴回醉酒后那副毫无防备、惹人怜爱的模样，我心里像被小猫爪子挠了一下，痒痒的。我舔了舔嘴唇。今晚不如让他扮个酒后失身的清纯小公子。肯定特别可口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